好，来看看今天啊，来自于我们的丰年大战啊，也就是传说中的12月31号的晚上。那刚刚啊，小鸭是非常犀利的，以10比5战胜了老 K。而这次何老板对吧？霍师傅打老 K， 我估计悬他跟那个小鸭比不了。小鸭赢老 K 啊，虽然说不敢说稳赢啊。这一阵儿啊，小鸭打老 K 基本上可以说是赢的比较多啊，赢的比较多。所以说老 K 这一阵儿打小鸭比较惨。但是呢，你说老 K 弱，你说老 K 那个累了或者啥的，这又不对，因为就在昨天晚上，老 K 10比0呢，老秦，这不吹不黑啊。老秦虽然说是我铁哥们儿啊，老大哥，但是你这个战绩就摆在这儿啊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的，是不是有出一家啊？不太懂啊。然后呢，10比0。那今天呢，可以看到小鸭呢10比5老 K， 可以看到啊，两个人差距啊，这么一看还是有差距了。你说小鸭如果要是说10比8呀、10比9啊，哎，稍胜一筹，这么赢了老 K 也就那么回事了。这10比5啊，可不一般呐，那可是真是这个都没过5啊，应该是刚到5。而这个老 K 打河池的话，这个不好说，我感觉河池打老 K 有可能能到5分啊，有可能能到5分，有可能5分都到不了。也就是说，运气好的话能6比10差不多，但是运气不好的话有可能到不了5。所以说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。来，我们看看现在 K 老板，目前的 K 老板呢是在血量和气儿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，所以说这个千盒不好打。我羊啊，不是我羊去了啊，我狼刚刚阳康，其实也没完全康啊。我觉得我现在就跟萝卜似的，有点康了啊。我觉得有点康了，但是呢，明显是在这个做这个运动啊，比如说我每天都锻炼嘛，然后做运动啊，都感觉有点虚，然后解说起来，比如说说2个小时就不行了，感觉累，然后每天睡不完的觉。还是没完全康啊，没完全康，有一定的后遗症啊，这个就很难受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也是洗头了，因为今天跨年啊，跟大伙跨年做直播，我也是洗头了啊，洗头了。人说不让洗头，不让洗澡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啊。洗完头洗完澡，就是如果你绝对是已经退烧了好几天了以后了，你要是爱干净，你洗一下也可以。洗完头立马吹干，洗澡一定要在这个整个这个屋里面非常热乎的情况下，即便你洗完了，对吧？你就是洗完了，你把水关掉了，周围也是比较热乎的，不会让你受着凉那种啊，那也没问题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比较耗费体力啊。我建议大家伙洗的时候不要太浪费体力，因为洗澡比较耗费体力嘛，洗头也是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我洗的目前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主要是跨年让这个精气神好一点。今天晚上陪大家伙一起过年嘛，虽然说是阳历年不是阴历年啊，但是阳历年也挺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2023，让新的一年呢，大家伙一定要这个以健康为主，对吧？祝大家伙健康、快乐、幸福，有一个全新美好的一年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四条 F 的2手大金卡支持我了，什么叫牡丹江怎么开？开什么？为什么没考虑开个游戏厅呢？啊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也只能说一句，牡丹江怎么开？哦，我这么说一句，哈尔滨怎么开啊？你别说牡丹江了，我就问你哈尔滨怎么开啊？别闹了。好，感谢强哥1手大金卡，这个距离我们的这个2星计划啊也快了啊。第一局上来呢，由于8神啊河池输得很惨，所以说这局也是一样。好的，这个起身升龙发的很果断，按理说没有戏的情况下会被压到破防到死，但是呢果断的摇了一个赌命升龙，给自己赢得了一线生机。果然是毒奶非常好使啊，但是又是被打进角落，这颗气怎么说？不知道是要能量闪身还是要反崩拉开，但是没有机会。你看，好落地小波逆向没摆。这如果折一下也还不错的啊，然后横跳过来没跳臂，不愿出跳轻腿啊，老 K。这个跟灰的8神可能还不太灵活，在空中抢空，虽然说跳地才是 YYDS， 但是有时候跳臂在距离上是占优的。结果你看，一犹豫就会败北啊，一犹豫就会败北。最后呢是以一点点的这个血量输给了对方，但是输血量是事儿小啊。主要对面还留了2颗气啊，这2颗气也非常难受的啊。
好，那看看，我带个1级牌子，真给房管丢脸了。强哥，你不要这么说。这个我们这个交朋友啊，从来都不是看这个送礼物这个，送礼物来那个交朋友的啊。对了，你有多久没有支持我了啊？不是这句话太屌了啊！就是说，哎，送什么礼物啊？折现吧，转账吧，微信啊，支付宝，微信不够，支付宝啊。好，来看看1比0。咱们看看这一局是素材局，但是呢，感觉河池应该比较稳。抓过来之后呢，直接重手接钉，然后看看还能再打一手起身，快波，再前跳。这个朝天脚打得非常果断啊！想要翻盘，看似有机会，但是呢，机会不太多，因为这个千鹤2颗气满血，可以归老 K， 老 K 只有1颗气啊，很难受啊。哎呦，踢一脚，直接一个钉。这我刚说完就要素材，兄弟们，这颗气儿你别看只有这1颗，他没有用气儿拉开距离，而是直接跑钉啊！这绝对是脱离了兰陵王啊，兰之山为零的王者兰陵王。来，准备要往前摸，现在这个血量老 K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，这是没有气儿了。好的，踢一脚，只要先把这个先把这个凡人的这个踢死。这一个横跳地啊，踢过来，千鹤是抢招了啊，他不是没防，他是抢招了。来看看素材局，但是前脚门也不是给你虚头巴脑的。好，老想跑抓，但是双踢、3踢、4打，最后1丝儿没有磨血，切防一个崩，最后还是输在了这颗气上。当然这一局翻盘的机会啊，看似有，实则呢。其实很难啊，由于对方啊最后一个角色同样是大门啊，大门对大门情况下，那我就算是我比不了你，但是我可以学你模仿你，或者说我血量比你多的情况下，那我就，对吧？我只伤不杀呀。你要打我就得一套狠的，而我要打你呢，只需要摸摸你、碰一碰你，或者跟你相杀对血就可以。总体来讲呢，确实啊，想翻盘还是难了点啊。好，看看现在这边，个人感觉2个人互相顶来顶去啊。对于老何来说呢，现在这一局啊，主要是还是要把8神的重心放在这儿。你看，你比如说，很多人都说这个8神1v1比赛，老 K 呢总是这个拿不到冠军，好像是据说啊，所有的比赛加起来只拿过1次。灰拿的比较多一些，陶小丫也拿过，但是呢，河池好像就拿的非常少吧啊，或者说只有1次。但是呢，好像坊间人家都会认为河池啊，都说河池有2个主力，这个一个8神，一个千鹤。以前还有个龙2，但龙2他不用了，现在换成了大门。这个大门呢，老是兰陵王啊、拳脚门一种负面评价。但是个人感觉，你看，比如说像现在一样。他这个8神只要玩起来啊，其实如果一直保持碾压老 K 的8神的话，那么这个比赛他绝对是有1胜之力的。尽管后面的这个大猪和大门他不好打，但是只要先把8神给搞死，以后就好说。这是他最有灵性的一个角色，也是他最开始能跟这个叶枫抗衡的这么一个机会啊！你无论说是什么，什么打玛丽出书什么的，但是最开始的8神是关键。不过现在现在就完了，现在出书只出不了书了，这就太难受了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 OWL 和一手大金卡，这手大金卡支持我了，好，来看看祝词飞身，下盘往前一拉，剑闪身一个扣，好的，只要8神跟千鹤拉出来啊，其实用不上拳脚门啊，这还是不错啊，1比2。目前来讲，老 K 今天是拿到了对吧？第1手是失败了，第2手呢打河池，目前呢还有点落后，总体上来讲呢，老 K 今天状态有点低迷啊，不会阳了吧啊？感觉有可能会出，对吧？这个没阳很正常啊，但是阳的话也不要害怕，这个基本上现在，反正我认识的人没有不阳的啊。
好，抓过来，看看掏过来一点，下盘一根，回身一掏，再往前拉。好了，下盘一根，这一局何池虽然说目前在防守啊，但整体血量是比老 K 多，所以说可以搞一手。跳 C 过来一个掏，可以，这八神已经是3连胜了啊。哎呀，好，蹦来蹦去，跳第一个新手逆向回身没出抓，但是他其实已经摇了啊，这带吸神器似的。老 K 现在着重于大猪来打八神，怎么蹭空防落地，抢抓不了，距离比较远。何池就比较喜欢用跳轻腿啊，有的时候啊。好了，这个远距离大魁，但是血量好像刚刚够，轻碰一些就死，可以。就是他老是想利用大葵花去钻裆啊。好，原地起跳，空中助刺打过来，角落压制，这有气儿，但是千鹤怎么说？挥空逆向，哎，这是选择了后能量闪身啊！如果前能量闪身，有可能也考虑会不会被抓。这一局大猪的进攻，可以看看怎么说，忍一手，再崩一点，助刺一根，远距离，空中一抢，好的，反身位再拉，飞身一下，再找2点，血量现在大猪已经慢慢追回来了，但是这一手能量闪身下胖2点，直接摇升龙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何时的基本功还是没有落下。这样的话，这一局一手门手也不一定啊。这个大门面对一个血量不是很健康的千鹤啊，其实重要的并不是说去怎么组织进攻，这可以考虑换血的。哎，打防守，你3颗气儿我无所谓。这个气儿啊，哎呀，这个戏也没有用武之地，这点很难受。哪怕是一个崩，对了，忍一手。头上符没赶，好的，活生生的被压成残血。这一手头上符收招不能，以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。下重手助刺直接带走，这是收招不能啊，没办法。好，那看一看，老 K 已经被3连了啊，1比3落后。这么一看啊，莫非不是陶小鸭太猛，而是老 K 太弱啊？强哥看视频睡得太香了。最早的时候啊，都不知道是在夸人还是在骂人，是吧？现在理解了。其实喜欢一个人，就愿意放在他的视频，然后放到枕头边上，哎，就放在耳朵边上，然后把音量调到最小，哎，就睡觉。哎，有的人放郭德纲啊，有的人放小狼啊，是吧？很正常啊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 OW 哥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。杨 K 累了，杨 K 是狠啊。好，前冲一跑抓，现在八神已经造成了4连胜啊。何时八神4连胜，这个就比较犀利了啊。好，葵花第3式跟上，靠地，还是得靠这个猪啊，但是又被抢到一个抓，这个还是有点太劣势了。个人感觉，对于老 K 来说，最近八神被压着打，后面的角色也没有爆，大猪还能抢那么一点点啊，就是刚才那一局，但是后续不太靠谱，过不了千鹤。这一局怎么说？好，小回接第3，这是要1v3局面。这个开局预判何时打不过老 K， 可能过不了5，结果现在有可能老 K 过不了5了，这真的是世事难预料啊，兄弟们啊，真的是世事难预料啊好，下臂占地疯跳，可以1比4，而且这一局不仅说是八神4连胜，而且是1v3的4连胜啊，确实很厉害啊。
现在听不到我狼了。你现在这个环境啊，说实在的啊，其实以我一个小主播的身份，我随便挑战这个平台的，大不了被警告、被扣分、被封直播间嘛。但是没那个必要啊。咱说实在话，你说那些东西都，咱不是说有没有必要，该说谎这个段子时候也有，但是不是说一直在说，也不是说没有段子。不至于啊，因为啥呢？这玩意儿你都老逼登了，都36、7了，还搁这叭叭的呢啊，对吧？这个现在格局就得跟上来了啊，不能老搁那扯那些什么，对吧？你小的时候你给网吧里看瓦尬，看这个 PP 点点通啥的，那些日子现在都已经不跟你扯犊子了啊，对吧？好，这一局8神可以啊！一晚上听到一个，你听到一个就是一手举报，听到一个，真是啊，也没啥好听的。这玩意儿他妈的，你听完了之后，你别上头了，晚上他妈出去你们会所去了啊！好，可以看到老 K 呢，终于是结束了对方的4连胜8神。这一局虽然说不一定啊，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啊，老 K 有可能也会用一个1v3的局面啊，1v3不一定，但是1v3的局面有可能会造成，然后呢强势给自己增加一下比赛的悬念。好的，这一次是骗了对方的 CD， 一个下盘取消顶立针轻腿，来骗对方乱动，让对方以为是影子啊，结果是真人儿。这样的话呢。终结了对方的1v3局面，但是这一局千鹤的血量不是很多啊，这一局跟第一局有点像啊，是吧？第一局也是老 K 的8神占优，然后呢大猪满血面对千鹤，然后把千鹤给磨死，基本上大门在横推，基本上就搞定了啊。哎，2点3点可以，这一点必须要多加1点啊，多加1点可以多加一个重攻击的啊，可以把自己推得很远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真的啊，离得近了不一定是好事啊，因为是在角落里，在角落里就非常的皮了啊，兄弟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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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面对满血门。好，后踢过来，这老想前冲啊！这头上符还没出啊，直接就被抓了。看看扣地有没有震？震出来了，但是还有一点血，很难受，没有气。这颗气磨出来，可以再来，慢慢走。闪身，这个手速只勒了4下，可以啊。后前手被崩，虽然说崩这么一下呢，也是把自己最后一颗气给浪费掉了。但是呢，也是要为自己赢得一个机会啊！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，对不对？那这玩意儿不是跟大家伙嘻嘻哈哈的了啊！好，结果最后呢，还是难逃法网，2比4。当然这一局主要还是8神输了啊！看看这个一个合格的8神有多么的重要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啊，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！好，2比4。巴赫门，跳来跳去，空中在抢，感觉老 K 这一局一开局就被压，河池的点对点轻攻击，跳 C 打的点比较高，好的，再来一手有晕点，可以直接带走，这样的话直接前跳这种前清，一颗气都没留。刚刚的结束对方4连胜，老 K 现在又陷入了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啊，就是说。直接被对方打成了一个尾抛啊！尾抛的话，就是奔着1v3使劲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一手不太好说的啊。好的，蹦来蹦去，再转球1点，前冲某德德，也就是一手闪身，可以踢过来，再怎么说，可以摔过来，2次型前冲。原地起跳落地，再前冲一抓，这一局8神满血呀，被大猪戏耍了。但是最后一滴血能不能找到机会？还是用了一个普招下清劫魁，这肯定是生崩你的啊！
下轻手不敢崩，但是葵花这一手打出来，老 K 确认非常的快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啊。就目前来讲呢，虽然说不一定稳啊，但是呢还是不错的啊。看看怎么说这一局。扣地，反崩闪身一抓，可以。果然啊，还得是朱威3啊，兄弟们，朱威权的弟弟，落地小生，下盘起手。远距离，好的，在助词的一瞬间直接被抠，这就很烦啊，这就很烦，根本就不控制啊。好，直接一手抓。这是奔着朱威3使劲啊！好，回身再摔，重手一摸，2次性跑掏，这个就很烦啊！你怎么说？角落里也在转，这爆气转球，有一颗气，这颗气还是跟刚才那局感觉差不多，闪身过来一个抓可以，要不要直接一个扑？没扑出来，扑出来的话那就互换了啊，兄弟们，扑出来的话那肯定就是互换了。这不用多说了啊，但目前来讲，这一局尽管那跟刚才那局没什么实质上的区别，血量不是太多，踢一脚，啊，看似有希望，实则啥也不是，一脸粉刺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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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 ，OK， 来看看2个8神，前跳骗闪可以，连追2局不说，这一局的8神还直接爆，又是一个尾抛，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不说了啊，河池有可能会提前中崩啊，真的是提前中崩的啊。好，蹦来蹦去，下盘2点没有布阵啊，很可惜啊这一局。如果刚才的所以说8神跟8神之间的对决，你就算是输了，你最起码是吧？你输了，你最起码你给自己后面的人留点气儿啊。这就是8神后面排千鹤和排这个大猪的区别。大猪就是说啥意思呢？就是我是真无所，我大猪就是我，即便我8神啥也没留，我也100%有一颗气，非常牛逼。当然这一局是一个老 K 的1v3局面，河池提前中崩啊，河歪崩，懂得都懂，对吧？霍师傅现在马上就要变霍金了，霍金都已经完这个蛋了啊，对不对？霍金说了啊，这个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啊！这霍师傅说回答啥呀？不知道了啊。河池现在排第几？不是人送外号何老六吗？不过这个何老六这个不好听啊，要朱老六就好听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个朱老六味道非常鲜美啊，朱老六。还有这个王致和啥的啊。好，协防战壁接抓，这一局8神虽然1v3没有啊，但这手大猪非常凶猛啊，拍过来，踢过来一摸，后跳 C 打对方乱动，可以4比4。对方是4连胜，老 K 来了一手3连胜，而且8神基本上发挥的都非常稳定啊。那这一局怎么说？看看很难受这一局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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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ound 1， 好，2个8神。王致和，所以说河池必败是吗？王致和啊。好，来看看要晕，哎，他明明，哎，不是我不知道老 K，
这我没懂他啥意思啊？不是，他刚才葵花第二、第三式跟上他就晕了，他跟那扯啥呀？然后结果重手没掏出来，那你重手没掏出来也就无所谓了。那你，那你那个必杀我也不懂啊，对不对？那根本就不懂啊，这也是真的服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注过来。你看现在 K 老板怎么说？2点必杀可以直接摸死，3点，哎，跳地轻手青龙，可以多加点气儿，能理解的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欧皇小无寒一手大金卡支持我。今天你看还是嗓子不行啊，我感觉这玩意儿绝对有后遗症，我尼玛啊！好，蛛丝飞身，飞身过来，后拐原地跳 C， 往前拉，破防，哎，不是破防，这个落地打还能连招啊！而且这个暴气千鹤下着手蛛丝下扣，就光这一下就将近半管血，多合适啊！这个啊，小丫算不算 S？ 这个东西就别闹了啊！现在有什么 S 不 S 的呀？就随随便便的了啊。OK， 4比5。那2个人打成平手之后呢，老 K 啊再次落马。不过这一局双方打的还比较激烈啊，只不过没有见到河池的大门而已。可以看到，踢过来。哦，明白，远 C 接魁3，有气儿。某嘚嘚被普通头打中啊，这太狠了啊！下清，好的，再出魁3，好的，打乱动。这时候下清手有的时候确实克制这个小葵花呀，或者对方前冲啊，这个确实是比较凶啊。好，一手小葵3跟上，跳 C 过来，原地跳过来，蛛丝往前拉，再往前一跟，回身一崩，前跳 C， 空中一抢，那感觉非常的皮啊！感觉确实非常皮啊！这手 K 老板他的心态就是怎么想的呢？是我8神赢不了你，我还有猪啊！但是呢，我8神要是赢了你的话，那我连大门都不用出场了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非常的变态了。好了，一手步，这样的话可以看到他打5连没摸出来，很难受。想打逆向，可叹自己没有百合折啊，这很皮的。原地起到落地，拍1点，来，感觉不敢乱动，这升龙都不能摇啊，这个升龙你摇的也不好使了。会被打成这个相杀，或者最好还是相杀，不好的话连打都打不着，一个败招。不过这个位置卡的非常好啊，他这种跳 CD 啊、跳 C 啊、跳 D 什么的，打的点啊都不一样，有的是朝下，有的是朝上，有的是打的比较远，而且在空中撇这个 CD 的时间也要撇的比较准一些啊，不是说你上来跳 CD 马上就按，他那个节奏点按的特别好，尤其是你要跳过去的时候。跳 CD 的一瞬间，马上快落地，点 CD 有那个姿势，但落地的没有判定，直接抓啊！这招也是非常的变态啊！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怎么说，双方都是门，一个是兰陵王拳脚门，一个是这个兰之3啊！这并不是说我这个平卷舌不分啊，就是3个兰之3的意思啊，兰之3，哎。但是现在没想到兰陵王好的，这是反轻手的话，那血量就不健康了。何止这个血量不是就差那么一内内，轻手摸死，巧的果然还是轻手，跳轻、站轻和下轻都是轻手，就是里面都有学问啊，这必须得用轻手啊。这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站臂呢？有可能会赌一手架招，这很难受。
轻手呢也可以这样，但是呢，跳轻手和下轻手有的时候发招啊，你很难去判断，尤其是这个跳轻手啊，所以说第一时间选择用跳轻手去搞。可以看到比分打到5-5，目前来讲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即便两个人打成5-5，那可以看出来还是小鸭更胜一筹啊。这个就意味着你本身小鸭打河池，就最近一阵啊都比较稳啊，小鸭和叶枫打河池都目前比较稳啊。而这个河池今天我觉得发挥还算是比较好的，他甚至有机会能赢老 K 啊！你说实话啊，你别看现在5-5，有机会能赢老 K， 除非中崩。当然可以看怎么说。好，这一局河池一如既往，只要一旦形成平分或者落后，河池的8神就开始爆发了。不过这一局不知道这个这手大猪能不能站得出来啊？看一看，回身一转球，落地一手抓，扣地角落压制。哎，这个下重手其实应该第一时间取消出转球。这样的话没有晕点呢。河池刚才百合哲重手接抓，重手接亏3就晕了，但是他是百合哲轻腿接抓，这样的话他不得已只能选择重手接必杀了，这样没有一套招把对方秒掉的机会。这也就是说他可能第一时间百合哲以为对方中不了，然后呢顺势点了个轻腿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点重手的，点重手就晕了。他不是说节省一颗气的机会啊！你看这时候输了嘛，你直接把对方打晕，那个位置叫不出援助，叫出援助也是死啊。所以说怎么说？可以看到能量闪，哎，一个闪身过来占臂再接抓，而且这一局大猪是一个翻盘局面，起身又出升龙，回身一崩，往前拍再崩，要3崩子吗？看看要不要3崩？占臂，切防前跳，一丝血，磨不死 ，CD 取消转球。果断浪费一颗气也没办法，这是最稳的。这手刚 CD 是没有办法。可以，我们看看现在大门，现在有2手。好，远距离再看看怎么说。忍过来一崩，反摇，再找机会空中一抢，2次性跑头。这局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翻盘机会啊。但是这个在气儿方面上，你看河池的话就不合适了呀，对不对？这就河池就不合适了呀啊！好，来看看现在2个大门，你们这OK， 来看看这边2个大门。刚才这边有点小事啊。哎呦，本场比赛终于打了第1次的 Joe Game， 而且我也是既回来直播这么多天啊，哎也没这么多天，就3天嘛啊。回来3天之后，这个就这么一下子啊，好的一个钉直接蓝，哎呀，这个蓝之山结束就有点侮辱人了。这果然是兰陵王对广兰王是吧？啊，你现在怎么个情况？要拿东西啊？啊，没事，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说啊啊。OK， 说啊。好，来看看现在这边2个8神。个人感觉啊，这个这一局呢，河池挺可惜的，我只能说挺可惜的啊。最后呢，被一个跑跑卡丁车给打死了啊。因为刚才我们房东过来，这个看看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能用的东西啊，所以说我刚才出去啊，大伙儿懂的都懂。这是房东的那个我那个叔啊，这个叔叔辈儿的啊，都已经快60了啊，也不能说快60，应该说快55啊，应该50冒头啊。这个，哎呀，不是，就是55了，是很大了啊。最开始我都叫哥啊，后来发现是叔叔辈儿的。然后和那个嫂子啊一起过来啊，很多人说你这个叔叔跟嫂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误会，他虽然说是我在叫叔，比我爸要小很多岁，但是他的儿子呢比我大1岁啊。然后他儿子的媳妇儿我得叫嫂子呀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正所谓好吃不过饺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直接回身一扣，我们看看，但我们这个嫂子很厉害啊，这嫂子98年的，我那个哥86年，比我大1岁。这嫂子98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呢。OK， 来看看，
这个6比5，而这一局双方都是第2个角色啊。好，蹦来蹦去。狼哥，你收入这么高，还租房住？我收入高，我都高的快破产了，我高的现在我止远。我今天晚上我跨年，表面上是跨年，开开心心的，实际上我现在考虑我下个月咋过。好，来看看直接一手下扣，拍过来。这边2个，哎，你就开始摸吧。感觉双方打的越来越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看河池要怎么样，打老 K 的该归他也得归，没办法。好，再崩。小狼现在还看日本电影吗？很少啊，偶尔也看啊，一般都看国产的啊，还有韩国的，欧美的也有啊，都看，日本的也看啊。前2天刚把那个《弥留之国》的《爱丽丝》第2季看了啊，一个网飞的日剧，但是呢，制作质量呢跟第1季比啊，就差太多。第1季呢，豆瓣评分8点几，算是必刷的，对吧？高分剧了啊，不算特别高，但是也不错了。但是呢，第2季6点几分，我是没法说，要我给也是勉强6分吧啊。好。OK， 那可以看到这一局又是跟刚才差不多，但这一局不一样了。这一局老何2颗气，差一点3颗啊，很可惜啊，就2颗，2颗气满血。老 K 这一局挺难受，但是也并非没有机会。好，直接一手架招，扣过来往前拉，头上符没敢出啊，先跳过来腿把，空中一拍。回身一崩，落地，这点血，老 K， 哎呀，起身想要抢招啊，他起身抢占地，结果被打了一手，直接就是一个跳地接钉，6比6，两个人打的还是难舍难分啊，到底谁先中崩？哎，我随便说一说就大农砍，兄弟们，这不真的。哎，柱哥抽了一手幸福券，想要一发入魂。但是明显好像不给面子啊。其实我跟大家伙讲，现在到了一定年龄岁数了啊。据非正式统计啊，据说男人过了70岁啊，一般来讲就失去了，就完全失去了这个你们心里想的那种欲望啊。但是呢，经科学证实，即便是74岁。照样还是有能力的，那超过74岁，就目前来讲啊，已经是没有能力了啊。这个就不说了，大家伙儿懂的都懂。因为这个人类，他这个啊，不多说了啊。没看过《古惑仔2》吗？《古惑仔2》里面那个雷公怎么说？雷公的说法就是，对吧？现在让他兴奋的只有权力。好，连续的前跳，蹬过来轻手。这一手虽然说不用还，但是其实更惨啊！这手必杀，这必杀还不如不中啊！好，后跳一拍一丝儿，跳 CD 一开 ，OK 了啊！你觉得90岁也有想法，那就是变异了，天赋异禀啊！人类的话，现在科学认证的最高年龄呢是121岁啊。这个不要跟我讲一些都市传说那些东西啊，对吧？这是官方记载的。还有的人嘛，他说自己130多岁啊，那都没法考证的，没有证据啊。这他说多少岁就多少岁，这没法说啊。90岁他不是夸张啊，那是一个扯犊子啊，那肯定不是人类了，那可能是尼安德塔人。完了，这一下一个小背向。打跳 CD 起身压制，现在可能又要超出老 K。总体来讲，老 K 除了1比0领先之外，再就没有领先过河池了。不过这一局给人一种感觉，想要努力咬咬牙，但是实在是没有机会。这手近身影子没有给老 K 落地的机会。这时候想要跳地，即便是打出来也是对招啊，对招也是死，不用说啊。
这个必杀为啥不用还？怎么不用还？他说是不用还，他也不需要还呢。他收招慢，你还的话，你只还一点血。我要是直接打你，我能打一套血。百合哲重手嫌疑手接必杀，我还你个大头鬼！我还只能还这么说，我刚才那一套百合哲重手嫌疑手接必杀，我那一套血，咱假如他是100滴血，我要是还的话，只能还45滴血。我他妈精神病，我还一下啊！我还不如直接打啊！好，OK， 那这种机会的话，回身一掏，占地一手，发波一下一身，在前捞，结果被掏裆直接掏进去，这一下就很难受啊！你不得不服气这个河池的八神啊，还是非常有灵性的，他不是那种套路型的，这套路型的吧，就是容易给人打崩。但是这种灵性的这种人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打着打着呢，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啊，这就比较好。但是呢，容易心态不好的情况下，容易被人打崩啊，这就是说也不一样。好，杀青直接转。好了，回身一个抓，不是你们怎么就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束？就目前来讲，你比如说，如果现在是3比7的话，有可能就结束了啊，有可能河池就赢了。但是你毕竟现在是6比7啊，有可能还7比7啊。我是说这个意思，到你们这儿就哎，现在打不过老 K， 打不过河池，我勒个去！当然啊，这个他打不过小鸭，这是看得出来的啊。而现在老秦跟河池打，不知道老秦可能被河池克。但是呢，老秦昨天晚上被老 K 打了个10比0，怎么说？我只能说老 K 今天可能是不是老秦昨天状态不好，就是昨天老 K 状态太好了，而今天老 K 状态不好，非常的嘚儿。啊，天天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跳地下清手2点升楼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招不稳啊，不敢崩，再崩一点，一丝儿，轻手摸胸推没有，他选择了前跳地。可以的啊，我有明天比赛的名单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直接跑卡丁车，这样的话6比8了，这个比分拉开了啊，从1比4到现在6比8，河池一直保持着小领先。虽然说偶尔几局追成了平局啊，但是保持小领先还是不错的。看看怎么说这一局。OK， 来看看2个八神，一手小黑3跟上，跳 C 前掏。好的，这时候抢抓老 K 大意了，角度压制没有气儿。前跳过来，再前，哎，这个跳 C 打得太着急了啊！这个如果再晚出的话，老 K 就难受了。老 K 赌了一手下 B， 跳 C 打得晚，这下 B 就不好使了。好，一手回3，前跳，空中再抢，下重手打对方乱动，前跳 C 下清站 B， 升龙不敢出，但他打了一手小站立型小固定，直接落地下 B 站 B 前清。如果不死还能接葵花啊，但是血量已经够了。这一局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游戏的先机，但是并不一定代表自己一定占优啊。刚才那局本身也是差不多，大猪呢，结果被大猪和大门都是被千鹤打成了这个布阵状态，这就很难受，连续的双崩。好的，祝词回身，跳 C 第一丝儿，下重手一根。今天跨年啊，今天跨年。我也算是，我这么说吧，我现在是80%阳康啊，我总感觉还有一点点没恢复，这个不是他那种感觉很奇怪啊，就是能感觉出来，但是不像大伙想的那么，就是你很多人说要不就康了，要不就没康，那你就是没康呗。个人感觉，那你要这么说就是没康，但是又跟正常人差不了太多啊，这个就很难受啊。啊，转，不蹦，崩他不敢。好，又是打祝词的一瞬间被踢到，直接被踢了啊。
好，看看面对大门，连续的前拍，轻手过来一根，哎，一顿摸，这很疼，这个大门。这大门心态都崩了，你瞅瞅这他妈头疼不疼啊？这赶紧吃点布洛芬吧！突然袭击我，啪，一个左蹬脚，哎，一个右四拳，啊，这个头是有点疼啊。好。就哪有打对吧？哪有打拳皇？哪有打拳皇97不戴头盔的呀？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个人感觉拿钝器敲人啊，你戴头盔也没有用啊。你像这种锤子，为什么古代好多人拿流星锤啊？你就是有防具呀，对吧？有头盔也不好使，砸到你身上你不好使的啊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个武器有的时候它多样性不一样，有的猛将，你比如说你像隋唐里面的李元霸，什么对吧？裴元庆啥的。那大锤子砸你，你受得了？那根本就受不了啊，是吧 ？OK， 看看现在7比8之后，这要8比8了，这就很烦了啊！连续的助死，后跳 A， 空防1点，跳 CD 横跨。虽然说两个人互换。但这一局千鹤浪费了1颗气，而大猪呢天生1颗气。不过呢，这天生1颗气啊，也不能说是优势啊。大猪这个特性就摆在这儿啊。OK， 来看看，回身一个转球，下盘，回身再崩，前拍1点，后跳地落地一抓。何时很着急想要组织进攻啊，老 K 是不慌不忙，逆向回身转球，站臂起身压制。这个哈喽是谁教给你的呀？你是跟昆汀学的吗？牛逼！太嘚儿了啊！来，这可能8比8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，这很难啊，这个啊，连续的拍，头的又是脑袋疼，脑壳疼。好，头上扶，落地震，再崩，后跳 CD 过来，一丝血，这还没有指令头啊，选择普通头被拆，有点东西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8比8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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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ound 1 Ready go 跳来跳去一拍，好了，空中再抢，落地一掏，远距离，小回2点，可以看到这角落压制，但是压不住啊，老 K 这手防御很稳妥。没有钻裆，这个掏裆有点浪费了。其实他如果前跑再没犹豫那么一下的话，一个钻裆下臂站臂前倾更合适一些。下重手打乱动，空中再抢，两个人差不多。但是这手跳地压制啊，在抢空方面上，这个老 K 明显还是有点略逊一筹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开局不是特别顺，但还好啊，对面8神优势不是特别大，小半管，3锤锤死。2锤1个轻也可以，这样接必杀吧。他不接，他赌一手晕。好的，结果贪了，不如接必杀，兄弟们啊！起势升龙，不敢跳地，可以3颗气留给千鹤，不错啊，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是可以的，嗯。好。下口乱动，2点布阵完，老 K 这一局开局不顺，直接被打晕，重腿青龙，
援助出来也没有用的啊。好，开局往前跑，结果被打，踢过来一点，再找，直接一个跳 CD 卡空，慢慢来，朝天椒，蛛丝过来一根，再找机会，2次行打乱动，8比9，哎，王天来，关键时刻老 K 也是慌，尽管给一个钉，后面还有个大门，不好说啊，这一局基本上拉了。那么8比9，想要赢河池必须2连胜。就目前来讲，2连胜河池啊，机会倒是有，但是有点难。首先这一局啊，这个8神啊很关键。我要说要该归可以归一手啊，对吧？该归的话是绝对是可以归一手的。好，哎，这个开局抓很魔性，河池弄神儿了，中前没有气儿。好，这颗气刚长出来。抓过来一根，老 K 要被角落压制，反掏一点，空中再抢，老 K 反击，空中反抢落地，哎，这个站中腿打得很嚣张啊，多多少少有点嚣张跋扈啊，只能说不能说不给机会，只能说是不给机会啊。好，蹦来蹦去。跳 CD 卡过来，落地轻手 ，CD 取消，连续的忍。河池这一局还是占很大的优，但是这一个大猪，哎，这3连锤，河池上头了。好的，落地站壁，这打对方落地啊，你招出完了就没有后续了啊。当然这局可以看到呢，还有机会。如果被8神把大猪搞掉了，基本上就再见了啊。好，开局一个崩，闪身过来，他想打对方乱动，老 K 很聪明啊，一手刚 CD 接转球，如果对方没有打的话，就不是刚 CD 了，就是下重手，而且还是一个连招啊！这哇，河池占尽了天时地利，但是明显有点上头。越到这个时候呢，越应该归一点啊，越应该归一点。你跟老 K， 你越到这个时候呢，你想一口气把老 K 搞定。这很容易让老 K 把你打到怀疑人生啊！这哪有打全火97不戴头盔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这就很烦，这就连续的拍来拍去。好，过来，轻手再抓。这一局基本上后面有一手大门不说了，满状态还是，而这一局基本上连大猪都不一定过得去。回身后敲头，9比9，这局很实惠啊！这一局确实很实惠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瞅一瞅怎么说。9比9，双方打成了 S 战啊！双方打成了 S 战，这是为数不多啊，这个都能形成这种状态的感觉啊。OK， 一手3节奏，第3点没打中，但是勾腿，小葵2点压制，2次性跑掏，1点小葵往前拉，再找，这打乱动，而且是晕点在身上啊，马上就要晕了，我的妈！河池这个心态，我是真是，这河池啥都行啊，要天赋有天赋，要这个反应有反应，要这个经验有经验。妈的，这个心理素质是真的差啊！这个太难了啊！好，千鹤能不能给自己找点牌面 ？OK， 还有机会，千鹤这一局变龟了，能理解啊！这龟这呗，你还真别说，千鹤这个人啊，进攻也厉害，龟他也厉害，你龟好了也行，你找一个机会跳个波，对吧？找个机会跳波，一套招就能秒，不要着急。忍一手，你看现在时间过半了，哎呀，这个跑抓，河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而且时间到了，这个血量就难说了，难说啊！蹬过来，反追，
拉了，兄弟们，拉了。这给个布阵没有，把气儿打满，基本上就给你一个把气儿打满的机会吧啊。OK， 最终血量还是跟不上，1v3局面，一手翻盘门。但是你在老 K 面前翻盘门，这就有点班门弄斧了。机会倒是有，看看内心能不能扛得住。不知道怎么说。他素质不差，打爆王往死，大哥。那你那个就叫天敌，你那个叫啥？你那个叫血脉压制，就对吧？就跟猫和老鼠似的，对吧？这天生压制，对吧？就跟猪跟那个蛇似的，对吧？就生克你这个克你没法说，对吧？这没咋说呀，没法说了。好 ，OK， 这一局大门还挺硬，兄弟们可以。老 K 这关键时刻还有点怂了，明明一手猪克门啊，结果这一手猪几乎是白给。机会，但是一开局就是一手懒子山，要不要跳地再接钉？直接钉了，双蓝。这一下把希望之火直接一泼82年的大黄尿就给浇灭了呀！这何老板现在就跟好的前程跑抓，有进攻阵没有？选择打常规阵，角落压制有没有钉？漂亮！后阵，后阵，你打不死啊这样式的呀！你他妈，我操你妈！这你不会啊！我真服了，蓝之山第2是后阵，我操！